中俄新对话，用库页岛开发权换055万吨大驱，我们要答应吗？由于近代遭受的侵略，我国失去了不少领土，离东北一步之遥的库页岛已经离开祖国100多年。近日，俄罗斯海军叶夫梅佐夫总司令访问中国，参观了多个造船厂以及055和052D 驱逐舰，并大加赞赏。有消息称，叶梅诺夫回国后，俄罗斯传来消息，愿意用库页岛的开采权换我国的055万吨驱逐舰。库页岛有什么资源？我们要不要答应俄罗斯请求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库页岛。库页岛位于亚洲的东北部，西部是黑龙江入海口，东部濒临鄂霍次克海，南部与日本的北海道岛隔着宗谷海峡相望。库页岛孤悬海外，与大陆隔建功海峡相望。库页岛是俄罗斯最大岛屿，现在属于萨哈林州管辖。岛屿面积约76400平方公里，南北长约984公里，东西宽度约6至160公里。库页岛目前的人口约49万，主要是俄罗斯移民。库页岛形状狭长，像一条鱼。岛上南北地形差距比较大，北部多为丘陵和平原，相对平缓；中南部为山脉，最高峰海拔约1609米。岛上森林资源丰富，地下蕴藏有大量的石油、煤炭、黄金、银矿、锡矿等资源。库页岛位于火山地震带上，地震频发，沿海有洋流经过，水产丰富，盛产大马哈鱼。因此，工业生产以煤炭、油气开采和木材及相关产业加工、鱼类加工为主。库页岛纬度较高，尽管是温带季风气候，温度仍然比较低。冬季年均温为-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最低温可达-40摄氏度。夏季均温为10摄氏度至19摄氏度。库页岛受海洋影响明显，降水丰富，岛上河流超过6000条，湖泊约1600个。历史上，库页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旧称库页、黑龙屿等，俄罗斯称其为哈萨林岛。我国失去库页岛是在清朝17至18世纪，沙俄正处于不断扩张的时期，开始觊觎外东北，但当时清朝处于鼎盛时期，两国最终爆发雅克萨之战。沙俄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库页岛属于中国，但是当时清朝并未在库页岛驻军，沙俄趁机渗透，日本见状也对库页岛进行非法开采。晚清时期，库页岛实际一直处在日俄的势力范围中，实际控制权甚至几经易主。1856年，沙俄趁第二次鸦片战争出兵库页岛，于1858年与1860年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库页岛占为己有。此后，库页岛归属权在日俄之间几次转换，最终二战后，库页岛主权归于苏联，现在被俄罗斯继承。俄罗斯欲换取055型驱逐舰。作为世界曾经两极之一的苏联，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军事力量鼎盛的时期，苏联进行了1981年的8·1军演，出动了50万兵力和上万辆坦克，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钢铁洪流令世界为之侧目，有媒体称苏联可以一周平推欧洲。在海军方面，苏联有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北方4大舰队。苏联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技术，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和巡洋舰，常规核潜艇有240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70%的遗产，但是经济一直发展缓慢，军事方面没有显著突破，装备老化严重。同时，俄罗斯的国土以及周边的地缘环境使俄罗斯海军拥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道路不通，4大舰队只能各自为战，缺乏联动支援能力，作战范围难以扩大。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如果要进入太平洋海域，需要经过美国控制的白令海峡，而黑海舰队要顺利进入大西洋，需要经过土耳其海峡。波罗的海舰队也同样遭受周边北约国家的封锁。俄罗斯现在仍然陷于俄乌冲突，无法腾出时间与资金来对装备进行升级，一味的吃老本只会让俄罗斯在后续陷入危险中。而我国海军近年来发展迅速，055驱逐舰具有非常高的信息化水平，配备有先进的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各项指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俄罗斯本身也是军工大国，自然也明白055能为自己带来多大的影响。3. 中国应该同意俄罗斯要求吗？
对我国而言，如果中俄能联手，也不算一件坏事。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对能源以及原材料有很大的需求，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库页岛在位置上与我国东北地区很近，将库页岛的开采权给中国，是一种互利互惠的方式。俄罗斯可以获得稳定的资源出口市场，而我国也能够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开放海参崴作为内贸转运港口，开采库页岛也能使东北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年7月，萨哈林州州长访华，与我国32家企业进行了能源、运输、渔业等多方面的讨论。可见，俄罗斯方面还是有邀请中国开发的诚意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库页岛的地缘位置也很重要。日本一直主张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仍然对库页岛抱有强烈的扩张欲望。俄罗斯将开采权给予中国之后，能够加强中俄之间的合作，对日本形成战略上的压力。同时，通过中俄合作，也能增强俄罗斯在亚太的影响，与美国形成制衡。但是不可否认，库页岛的开采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早期投入必定不小。在库页岛开发初期，日企、美企已经先行进入，扎根多年。我国企业后期进入，必然面对直接竞争。大家觉得对中国而言，是否应该答应呢？欢迎留言评论。我国边境线的又一条战略大通道——新藏铁路的规划建设，战略意义巨大。19年前，青藏铁路横空出世，结束了西藏无铁路的历史，铸就了工程领域的辉煌篇章。5年前，川藏铁路也破土动工，总投资逾3000亿。它穿越险峻的横断山脉，被誉为世纪工程。而今，新藏铁路也已从规划变为现实，成为我国进藏通道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修筑于世界屋脊之上的新藏铁路。新藏铁路的建设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据专业机构估算，其单公里造价高达约2亿元，若按2000公里计算，总投资或将突破4000亿大关。如此高昂的成本源于其施工环境的极端恶劣，高海拔、复杂地形地貌让建设难度倍增。新藏铁路的设计在众多专家眼中堪称大胆。它自新疆和田启程，沿提兹纳府河深入昆仑腹地，然后经日土、噶尔、巴嘎、仲巴、萨嘎、佩库措、定日、定杰、萨迦直至拉萨，全线约2000公里，设计时速介于120至160千米之间。这条线路的开通意味着火车将穿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及喜马拉雅山脉等无人区与永冻土带，直抵西藏拉萨，其平均海拔逾4500米，堪称为天路。2. 新藏铁路途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田市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部，是该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枢纽。它坐落于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怀抱之中，总面积达685平方公里。近年来，和田市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手工业及旅游业。闻名遐迩的和田玉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声誉，更催生了玉石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的蓬勃发展。红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也借助电商等新兴渠道畅销全国。2023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40.8亿元，同比增长 3.9%。日土县地处阿里地区的最北端，是新疆通往西藏的北大门，其面积略超宁夏，却稍逊于重庆，达 7.7 万平方公里。这里平均海拔4300米，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尽管常住人口稀少，仅有 1.1 万余人，但当地农牧业发达，白绒山羊更是特色产业。日土山羊绒制品以其细腻质地、优良保暖性及柔滑手感，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追捧。目前，该县已构建起完善的产业链。2023年日土县地区生产总值 9.03 亿元。噶尔县地处西藏边境，总面积高达 1.8 万平方公里，与印孔克什米尔及日土县等地相邻，是阿里交通要冲。该县以畜牧业为主导，牦牛、黄牛和绵羊等牲畜为主要饲养对象。至2014年已发现铁、铜、金等多类矿产资源，不仅分布广泛，且品质上乘，极具开采潜力。噶尔县因此成为继格吉、改则之后，西藏又一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地，展现了巨大的发展前景。2023年噶尔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32.57 亿元。拉萨市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
这里拥有众多著名景点，如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等。其经济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主导，同时在特色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等方面也有一定发展。2024年拉萨市地区生产总值 990.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新藏铁路竣工后，拉萨市作为西藏核心城市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它还将有力推动和田、阿里、日喀则等沿线地区的经济腾飞与产业革新，增强这些区域在藏西、藏南的竞争力，并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3. 新藏铁路的战略价值。一旦新藏铁路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环绕我国边境的铁路网络将得以全面完善，铁路大动脉将纵横交错，贯穿东西南北。届时，新疆与西藏两大省份的铁路空白将被彻底填补，特别是阿里地区将告别无铁路的历史，西藏的区位优势也将因此得到显著提升。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短期内都将直接受益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长期来看，更将充分享受铁路运输带来的巨大红利，为西部大开发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西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连续多个季度位居 GDP 增长榜首。未来，在雅江电站、川藏铁路以及新藏铁路的共同推动下，西藏有望继续保持这一领先地位。在国际层面，新藏铁路的建成将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铁路网，促进泛亚铁路的广泛形成。目前，中吉乌跨国铁路已在新疆西藏地区开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蓬勃发展，中尼铁路也已进入勘测阶段。新藏铁路将与中巴铁路、中尼铁路紧密相连，串联起第三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以及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更为重要的是，川藏、新藏铁路的建成将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边境铁路防线，全面提升我国的动员能力，重塑中亚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未来10年，重庆或将消失的5个县有你的家乡吗？重庆市地理位置优越，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其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190.47 万。2024年生产总值达32193.15亿元，比上年增长 5.7%。现在的很多城市都在合并发展，在重庆境内也是有地区有望合并发展的。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隶属于重庆市的垫江县，地处重庆市中部，其面积151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3.69 万。垫江自古是重要的农产区，农耕历史已超过2000年，素有八国粮仓、丝绸之乡等美称。境内景点众多，如三河湖湿地公园、凯之峰旅游区等，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常年降雨量为1200毫米左右。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最高点海拔可达1183米，最低点也有320米。垫江县不仅是重庆1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一重要节点，也是重庆和四川东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202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56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 在重庆市所有的下辖县中有着不俗的表现。中县是重庆市的下辖县，位于重庆市中部，总面积 2182.83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94.30 万，属亚热带东南季风区山地气候，年平均降水量1175.7 毫米。中县境内低山起伏，是典型的丘陵地貌。中县的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以及水能资源的优势都很大，已探明矿产资源达18种，主要有天然气、岩、石灰石等。有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长度达88千米。中县不仅拥有历史悠久，还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其旅游资源丰富，如石宝寨、柑橘城以及黄华城考古遗址公园等。近年来，中县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 539.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垫江县与中县在各自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但就撤县划区而言，目前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尚显不足。而合并后，两县资源将得以高效整合与互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未来撤县划区奠定基础。此举不仅对垫江、中县意义重大，更将有力推动重庆市城镇化进程，提升整体城市化水平。丰都县位于长江上游地区，属于三峡库区的中心，其总面积29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54.42 万，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约为1091毫米。丰都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
形成了南高北低、4山加3槽的地形。境内最高点的海拔可达2000米，最低点仅有175米。境内的资源是丰富的，共发现了25种矿产，如镁、铁、铜等，其煤矿储量大约为156万吨，种类居多。如果可以进行开采，与产业相结合，让这里的经济有一个大的跨越性发展。丰都县在2017年10月份退出了贫困县，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406.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未来丰都县可能会与垫江县进行合并，将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实力，未来也有希望成功撤县社区。云阳县是隶属于重庆市的下辖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其总面积363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91.31 万。它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是三峡库经济区全方位的交通枢纽，在周边与奉节县、万州区、利川市、开州区、无锡县多个城区相连。云阳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109毫米，境内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境内以探明且具开采价值的主要有铁、天然气以及硫铁等矿产资源。该县在2018年才退出了贫困县，而在2019年就我国西部的百强县市，可见该县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 636.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很多人觉得云阳县在未来将会势不可挡，可能会进行撤县划区。隶属重庆市的奉节县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分别与巫山县、恩施市、云阳县以及无锡县接壤，其面积可达40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4.42 万。目前已有2300多年的建制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县城之一。奉节县属四川盆地东部山地地貌，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8.3%。境内已发现17个矿种，主要有煤、天然气、铁矿以及铜矿等。奉节的发展主要依托奉节工业园及高铁生态城产业集聚区，通过产业集聚的合理发展，将制造业放在重要发展位置，从而拉动全县经济的持续增长。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 395.2 亿元，同比增长 4.5%。未来奉节县可能会与相邻的云阳县进行合并，联手打造一个新的城区，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投资超3万亿元，手握4大发展优势。新疆或成为陆权时代新引擎。新疆地处亚欧大陆桥头堡，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是连接中亚、欧洲的核心通道，也是保障未来亚洲陆权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目前已经成为带动中亚发展、稳定中亚的关键力量。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新疆的崛起与贸易。新疆的腾飞始于一场人类与自然间的壮丽较量。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全球第2大的流动沙漠，曾被冠以死亡之海的称号，无数古老文明在此湮灭。如今新疆已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筑起了一道绵延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随着绿洲面积的不断扩大，新疆的农业产值在短短10几年间实现了400%的飞跃。昔日的盐碱地如今已蜕变为海鲜养殖的宝地，南美白对虾、三文鱼等高端水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新疆的沙漠中崛起了一片片光伏板阵列，这里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发电量以每年 30% 的速度迅猛增长，电价低至每度 0.42 元，仅为欧洲的1/5。到2030年，新疆的年发电量预计将突破9000亿度大关，超越德国和法国的总和。新疆正逐步崛起，成为欧亚大陆的能源心脏。地理环境的改善只是新疆腾飞的序曲，真正点燃新疆发展引擎的是2021年贯通的中欧班列。这条从上海直达德国汉堡的铁路，一半路程在新疆境内完成，它让新疆从内陆边缘一跃成为欧亚贸易的重要枢纽。对于欧洲企业而言，新疆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丰富的能源与广阔的市场。俄乌冲突后，欧洲工业饱受能源短缺之苦，而新疆则以其极低的能源成本和便捷的铁路运输，成为了欧洲企业的新宠。荷兰运输公司埃尔布勒斯早在2009年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商机，将中国总部从上海迁至乌鲁木齐。如今其600辆卡车专营中欧公路运输，仅需10天便可跑完6000公里的行程，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而中石油、中石化等25家央企也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9400亿元用于新疆能源的开发，
再加上本地430项重大工程的推进，总投资规模将超过 3.3 万亿元，为新疆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2. 新疆的独特地理优势。新疆的战略地位绝非仅限于物流领域，在过往海运主导的时代，经济繁荣往往局限于港口城市，呈现点状分布。然而铁路的兴起却引领了带状发展的新格局，它宛如一条蜿蜒的藤蔓，将大陆的产业与人口紧密相连。2023年，中国携手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签署了铁路建设协议。新开通的铁路通道相较于传统路线，缩短了900公里的行程，极大地降低了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哈萨克斯坦借助这一便利，对华贸易额实现了 50% 的飞跃式增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通过霍尔果斯口岸顺利进入中亚市场，并进一步拓展至俄罗斯、土耳其等地。进入2024年前5个月的数据显示，新疆对中亚5国的农产品出口激增1倍，跨境电商交易额也增长了 65%。在地缘经济层面，新疆的影响更为深远。中亚国家曾寄望于土耳其或欧洲资本，但中东战乱与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这些资本望而却步。而中国则通过新疆这一战略支点，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经济操作系统，涵盖了基建、产业链以及结算体系等。喀什与霍尔果斯的经济开发区已成功吸引了纺织、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3. 新疆或成为陆权时代新引擎。中国为拓展海外市场，主要有2大贸易路径，其一是借助东部沿海优势开展海上运输，其二则是依托西部内陆推进陆上运输，此即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该经济带自我国西部启程，穿越中亚、中东等能源丰饶之地，最终抵达欧洲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显然，陆上运输路线为打破海权时代的桎梏提供了新途径，它使占全球人口与能源绝大多数的亚欧大陆紧密相连，整合了沿线资源与市场，推动陆权时代的再度兴起。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作为我国深入亚欧大陆的陆上门户，其崛起显得尤为关键。如今，新疆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正默默构筑一台能驱动整个欧亚大陆的强劲引擎。昔日中国沿海经济依托海权在全球贸易中崛起，而今新疆迎来新机遇，这是全球经济在海洋与陆地间重新分配的红利。唯有新疆稳立于欧亚大陆腹地，未来的经济走向才不会受制于人，而是真正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国从建国时的12个直辖市到现在的4大直辖市，哪些城市调整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内设立了12个直辖市，堪称豪华阵容。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无疑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宛如跳动不息的心脏，承载着国家运转的关键职能，见证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上海则以卓越的经济实力，在金融、贸易等行业一骑绝尘，成为驱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东北城市，凭借坚实的工业根基，为新中国的工业腾飞贡献巨大力量。但部分直辖市在发展进程中，因诸多因素相继被取消资格。时至今日，仅天津、北京、上海、重庆仍保有直辖市身份。那些失去直辖市地位的城市，如今发展状况究竟怎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广州市，是一座著名的超大型城市，总面积 7434.4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97.8万。其地形属丘陵地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海洋性气候特征显著，平均年降水量1因923毫米。它与佛山、惠州等城紧密相连，共筑庞大商圈，且毗邻珠江与南海，交通畅达，外贸经济繁荣昌盛。2024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31032.50亿元，比上年增长 2.1%。武汉坐落在华中腹地，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也是我国特大城市之一，素有江城雅称。其地处江汉平原，长江穿城而过，交通畅达无阻，自古便被誉为9省通衢。加之高铁网络纵横交错，武汉无疑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当之无愧的交通要冲。其总面积 8569.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80.91万。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21106.23亿元，是我国排名第9的城市。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也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因为历史悠久，又有着六朝古都的美誉。其总面积658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57.7万。另外，它也是我国特大型城市之一，属于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南京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为钢铁、石化、汽车和电子，不仅是全国经济十强、制造业十强，还是中国首个中国软件名城。2024年，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500.81亿元，比上年增长 4.5%。陕西省的省会城市西安市，地处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平原带，境内的地势南高北低，以平原、山地为主，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506.1至690.3毫米。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大雁塔以及大明宫等。其总面积1010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16.76万。2024年，西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17.78亿元，比上年增长 4.6%。沈阳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也是辽宁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它还是沈阳都市圈的重要城市，对东三省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总面积128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24.3万。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9027.1亿元，比上年增长 5.2%。抚顺市的别称为中国煤都，分别与吉林省、沈阳市、铁岭市以及本溪市接壤，因三面环山，地势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之势。其总面积11271.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71万。抚顺曾经是我国著名的资源型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逐渐减少，经济开始衰败。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010.9亿元，同比增长 4.9%。位于辽宁省东南部的本溪市，是一座辽宁省下辖的地级市。本溪市的总面积8413.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122.9万。它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一座是以钢铁、化学为主的工业型城市，其矿藏量丰富，有铁、铜、金以及煤等。但本溪的发展不算太好，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025.6亿元，比上年增长 5.5%。地处辽东半岛的鞍山市，其总面积92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9.2万。它还有一个别称为钢都，是我国以前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著名的鞍钢便在这里。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发展的程度，在以前都是全国有名。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鞍山过去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渐显露出其弊端，经济开始逐渐下滑。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156.3亿元，比上年增长 5%。外企纷纷逃离，印度的世界工厂梦碎，为何抄中国作业都抄不成功？2014年，印度高调推出印度制造计划，欲跻身世界工厂之列。然而10年过去，2024年其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降至1968年以来新低，仅 14.7%， 就业岗位锐减1500万，且产能利用率长期徘徊在 75% 以下。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印度的世界工厂梦。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繁荣，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升，对生活品质和薪资待遇的期望也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迈向高知识化，技术型人才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尽管如此，廉价劳动力并未被淘汰，他们的薪资也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增加。资本家们向来不愿看到自己的财富缩水，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和市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开拓新商机。印度这个充满潜力的国家被他们视为新的投资热土。抛开印度复杂的宗教信仰和种姓制度不谈，当前印度社会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庞大的人口基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尚未充分开发的广阔市场，印度人也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他们能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2. 西方扶持的国家卡在重工业关口。自2018年贸易战之后，
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重塑全球供应链，试图扶持越南、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优势和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却始终未能真正崛起，其核心问题在于重工业的薄弱。以越南为例，该国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大力吸引外资建设电子和纺织工厂。然而，越南的重工业基础却极为薄弱，钢铁、化工、五金机械等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实际上，越南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从中国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后再出口至欧美市场。这种情况下，越南不仅未能取代中国的制造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破解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印度曾试图发展制造业，但重工业的薄弱使得其钢铁产量远低于中国，化工产业也高度依赖进口。此外，印度国内频繁的罢工事件和供应链中断问题，也让国际企业望而却步。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样面临各自的困境。墨西哥虽然靠近美国，汽车零件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但产业链单一且重工业规模小，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而加拿大制造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资源进口依赖度高且加工能力有限。这些国家之所以难以扶持起来，根本原因在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时间成本。二战后至今，只有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全产业链工业国的转型，其他国家由于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外部压力和自研决心，因此难以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突破。这也使得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即使美国加征关税试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但最终受害的反而是其本国的制造商，因为他们离不开中国的产品和供应链支持。3. 印度世界工厂梦想的现实障碍。理论上，印度确实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一极，这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以及逐步优化的商业环境。但现实却与理想存在显著差距，宝变电器等企业的经历便是明证。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印度市场的吸引力正逐渐减弱，尽管其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投资风险却与日俱增。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在印度的投资布局，从原先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试探。印度若想成为世界工厂，所面临的挑战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首要难题便是基础设施的短板。尽管近年来印度在基建上投入不菲，但与中国相比，差距依然明显。电力供应的不稳定、交通物流的高昂成本以及港口效率的低下，都直接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此外，人才结构的失衡也是一大障碍。印度人口众多，但高技能劳动力却相对匮乏，大量劳动力集中在低技能领域，而制造业急需的中高技能人才却供不应求。这迫使企业要么面临招聘难题，要么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员工培训。再者，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也是一大问题。由于印度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各邦的执行效果参差不齐，税收政策、环保要求以及劳动法执行标准在各邦间存在差异，这无疑增加了跨国企业的运营难度。最后，市场环境的公平性也备受质疑。尽管印度政府宣称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表现出保护主义倾向。外企在印度市场不仅要应对商业竞争，还要承受政策倾斜带来的不公平待遇。